查克莫是墨西哥重量级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经典短篇惊悚魔幻历史小说。今天我将朗读我自己的全新翻译诠释版。感谢允城文化的廖志峰叔叔分享绝版书《墨西哥的5个太阳》，其中收录有查克莫译本，以供参考。关于查克莫是什么，请见影片文字介绍框。当然，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就像小朋友一样单纯听故事。本集是有声书，您可以全程闭着眼睛，跟我一起进入这个诡异又日常的世界。查克莫，正文开始。前不久，费里贝托在阿卡普尔科溺水身亡。事发于圣周期间，虽然已经被部门解职了，费里贝托仍然无法抵抗他多年来当官的娱乐诱惑，一如往常的跑去那一家德国小酒馆，享用因为热带厨房的汗水而更加甜美的德式酸菜，在圣周六去海边的断崖上跳舞，在夜幕降临前的烘炉海滩上，匿名的黑暗中体验做一个名人的感觉。当然，我们知道他年轻时很会游泳，但是现在40几岁了，体力衰退的就和他衰老的外貌一样，竟然还想在半夜游过那么长一段距离。穆勒太太不准这位超级老客人在客栈里被守灵，相反的，当晚他还在那窄到令人窒息的阳台上办了场舞会。同时，费里贝托正苍白地躺在他的棺材里，等待清晨从终点站发车的巴士，然后由木条箱和成堆的包裹陪伴，度过了他新生的第一夜。当我大清早抵达，监督棺材搬运上车，费里贝托正被埋在一堆像坟冢一样的椰子底下。司机叫我们赶快在遮阳棚底下安顿好，然后用防水布把棺材盖起来，以免吓到其他乘客，也最好别给他的旅途带随。我们从阿卡普尔科启程时，还沐浴在徐徐凉风中，直到抵达红色之地时，热气和天光才诞生。吃着早餐蛋和香肠，我打开费里贝托的公事包，那是我前一天连同他其他一些私人物品一起从穆勒客栈取回来的，200披索，一份老报纸，几张彩券，一张去程车票，只有去程，还有一本便宜笔记本，有着方格纸内页，还有仿大理石纹的封面。我硬着头皮读了起来，尽管巴士一路不停转弯，车上弥漫着呕吐味，而且对于我这位过世老友的私人生活，我自然还是抱着点尊敬的。我会想起，是的，就是从这开始的，我们在办公室里的日常工作。也许我终究能知道他为什么会变得衰弱，忘记职责。他开始发布一些毫无意义、没有编号的公文，甚至没盖上有效选举这个例行戳章。也许我终将会知道他为什么会被扫地出门，退休金飞了，也没人尊重他已经那么多年的资历。我翻开了笔记本，今天去处理了关于我退休金的事。那位办事员人超好，办完时我满足到决定去咖啡厅花个5披索，就是我们年轻时常去的那一家，但现在我从不进去，因为那里会提醒我20几岁的青春能给我挥霍的东西，要比40几岁时来得多的太多。当时大家都站在同一个平面上，我们会激烈的反对任何贬低我们同学的言论。要是家里有人批评哪一些同学出身卑微或举止不够优雅，我们真的会不惜为他们开战。我当时就知道将来会有很多人，也许就是那些最贫寒的，会取得很高的社会地位，而这就在学校里，坚定的友谊将被锻造，我们将在其护卫之下携手穿越险恶的大海。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没有规则可循，许多贫寒的同学仍然穷酸，也有很多人达到了比我们在那些热烈友善的聚会中所能预料的更高的地位，而其他就像我们这样看起来具备一切条件、前途无量的人，却倒在半路，在某次体制外的潜规则中被掏空出局，被一道隐形的壕沟隔开，一边是人生胜利组，一边是一事无成组。无论如何，今天我重回旧地，
在这些已经现代化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还有就像阻挡某种入侵的屏障一样的汽水吧台。我假装在阅读文件，我看到了好多改变了的、患了失忆症的、被霓虹灯修饰的、繁荣着的，连同这间我几乎快认不得的咖啡馆和这城市本身，这些年来不断雕凿着自己，用着和我不同的节奏。不，他们都不认得我了，或是他们不想认出我，顶多那么一两次，一只肥手快速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嘿，老头，最近如何啊？在他们与我之间，相隔了乡村俱乐部的18个高尔夫球洞。我隐身在文件堆里，那些伟大的幻想年代都大摇大摆地游行而过了。那些有着快乐预测的年代，也同时存在着那些粗心大意而阻挡梦想实现的年代。我感到痛苦，因为不能把手指伸进过去的岁月，把某些被遗弃的拼图粘回去，而那个放玩具的大木箱终究被遗忘了。到了最后，谁还知道那些小铅兵、头盔和木剑都到哪里去了？那些可爱华丽的戏服下场也不过如此。然而，也还是有过毅力、纪律、对责任的坚持。难道这样还不够吗？或是太多了？关于里尔克的记忆总是不放过我，在某些时刻突袭我。对青春冒险的巨额补偿，应当是死亡。年轻人啊，我们应该带着我们所有的秘密踏上旅程。今天，我们将不必再回头看那些盐之城。5披索，2块当小费。佩佩除了对商业法的热爱以外，还喜欢发明理论。他看我走出教堂，然后我们一道往皇宫区走去。他不信神，但他不满足于此，每走50步就要制造一个理论。我说，如果我不是墨西哥人，我就不会信基督。而且不，你看，佩佩说，非常明显。你看，西班牙人来了，建议你崇拜一个神，死了，带着血块，身体一侧受了伤，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牺牲，被献祭。还有什么比接受一个这么类似你本来所有的祭典仪式、所有生命经验的情感更自然的事？你想想另一种可能，假如当初墨西哥是被佛教徒或是穆斯林征服，根本无法想象我们印第安人会去崇拜一个死于消化不良的人。但是西班牙人的这个神啊，叫人们给他牺牲还不够，甚至还叫人们把心脏挖出来给他。哇靠，这下可直接把我们的阿兹提克太阳神给干掉了。基督教在它的狂热血腥的意义上，它的牺牲概念和礼拜仪式，让它自然而然成了印第安人信仰的一个延伸和更新版本。然而那些慈善、爱，还有把脸颊的另一面给人家打，这一些观念却被印第安人拒绝了。在墨西哥就是这样，你得先把对方杀了，才可能去相信他。佩佩知道我从年轻时就对墨西哥的印第安古文明艺术有某种着迷，我会收集小雕刻、神像和陶罐。我都在塔斯卡拉度过周末，或是在 Teotihuacan。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他喜欢把那些为我发明的理论套用在这一些议题上。对了，我正在找一个像样的查克墨复制品，已经找了好一阵子了。而今天佩佩通知我，在拉拉古尼亚有一个地方有卖一个石头制的，而且好像蛮便宜的。我这星期天就来去。有一个捣蛋鬼把办公室大水桶里的饮用水都染成了红色，把工作气氛都搞乱了。我不得不报告部长，但他听了只是哈哈大笑。那个捣蛋鬼抓紧了这机会，整天都在闹我，全都绕着这水的事打转，真是。今天星期天，我利用时间去了拉拉古尼亚。我在佩佩告诉我的那间小店找到了那个查克墨，那是一件非常精致的石雕，大小就像原件一样。那个商人一直保证它是真品，但我当然怀疑。石材很普通，但一点也不减损它姿态的优雅，还有石块的厚重感。那滑头的小贩还把番茄酱抹在它肚子上，好让观光客相信这石雕是真的染过鲜血。把它运回家的费用比买它的钱还多，不过它已经在这啦，暂时放在地下室，等我重新整理好我房间的战利品们，
腾出个空间给他。这些石像们需要阳光，直射而且火热的阳光，那是他们的必要元素和生存条件。查克莫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变得虚弱很多，像是奄奄一息的一坨东西，而他的那张鬼脸就像在责备我剥夺了他的光线。当初那个商人有个垂直的照明灯，帮那些石雕打光，修饰了所有棱角，也让查克莫的表情亲切许多。也许我该学学他。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水管竟然解体了。可能昨晚我不小心让厨房的水一直流，水就溢出流理台，漫过地板，渗进了地下室，而我竟然完全没注意到。还好查克莫防水，但我的行李箱们全遭殃，而且这全部都发生在上班日，搞得我都迟到了。他们终于来修水管了，行李箱全部扭曲变形，而查克莫的基座满是淤泥。我半夜1点醒来，一直听到恐怖的呻吟声，是小偷吗？是我的幻觉吧？那黑暗中的叹息还持续着，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但我很紧张。更惨的是，水管又再度解体，连雨水都渗进来了，让地下室淹水了。水电工不来，我好绝望。至于市政府那一边的人，更别提了。这还是第一次雨水不乖乖渗进下水道，却流进我的地下室。还好那些呻吟已经停歇了，真是一事补一事。终于把地下室弄干了，整个查克莫都被淤泥覆盖，这让它看起来很丑怪，因为那一整坨雕像看起来像是换了单独，除了那2只眼睛，还维持着石头的材质。等礼拜天我再来把苔藓刮掉。佩佩有建议过我换间公寓，住顶楼，避免这些水光之灾，但我没办法离开这间老宅。确实它对我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大，又是有点阴惨的 Porfiriano 风格建筑，但它是我爸妈唯一的遗产跟留给我的回忆。我无法想象看到这里地下室变成放着美式点唱机的冷饮店，1楼变成装潢家具店，会是什么感觉。我用刮刀刮去查克莫身上的淤泥，苔藓看起来已经跟石头融为一体了。费了1个多小时，直到晚上6点才搞定。昏暗中看不太清楚，所以收尾时我用手抚过石头的轮廓。每一次抚过，这整块东西感觉都比刚才更软了一点。我不太愿意相信，但它现在感觉几乎像一坨面团了。这位拉古尼亚商人坑了我。他的前西班牙时期石雕根本是石膏做的，而湿气终将要毁了它。我在它上面盖了几块抹布，明天我就把它搬到上面去，不然很快就要全毁了。那几块抹布全都掉在地上，真诡异。我又摸了摸查克莫，它变硬了，但也不是变回石头。我不想形容。它的躯干里有一种像是肉的触感，捏起来像橡胶。我感觉到有什么正在这一具躺着的躯体里流动着。晚上我又下楼一次，毫无疑问，查克莫的手臂上出现了汗毛。我从来没遇过这一种事。上班时我一直失误，开出了一张未经授权的付款通知，老板不得不找我谈话，叫我专心一点。我对同事们好像也变得粗鲁了，我得去看医生，搞清楚那是幻想、谵妄还是怎样，然后让我摆脱这个该死的查克莫。直到现在，费里贝托的笔迹仍然跟以前一样，那个我在公文与表单上看过无数次的字体，圆圆宽宽的，但是从8月25开始，看起来却像是另一个人写的，有时像小孩吃力地分开每个字母，而另一种字迹则是神经质或紧张的，有时甚至散乱到无法辨认的程度。空白了3天，故事继续。所有事情都是那么自然，然后人就开始对眼前的现实深信不疑了。但这一次，现实已经超过我所能相信的。一个大水桶本来就是真实的，甚至不止，因为我们更意识到了它的存在，或是在场有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把水都染成红色。转瞬即逝的雪茄烟圈是真实的，
哈哈镜里怪兽般的影像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难道所有死去的人不也是如此吗？不论是现存的或是被遗忘的。如果有人在一个梦里穿越了天堂，而且被赠予一朵花作为曾经到过那里的证据，那么如果他醒来时发现那朵花正在手里，然后呢？事实是，有一天他会被弄碎成千万片，头被丢到那一边，尾巴在这里，而我们却连一个从他巨大本体剥离散落的碎片都认不得。自由又虚幻的海洋啊，只有当他被囚禁在一个海螺中的时候，才算真实。直到3天前，我的现实还像平常那样，但今天它到了一个被一把抹去的地步。它曾经是由反射动作、例行公事、记忆、文件夹组成，但突然，就像大地有一天突然震动，只为了提醒我们它的力量，或是某天将到来的死亡，责备我这一生的遗忘。它呈现了另一种现实，我们明知它一直都在那里，无人认领，逼得他非得用力摇晃我们的肩膀，好让自己重新活过来，真切的在场。我以为又一次的那只是幻想，那个查克莫柔软又优雅，已经一夜之间变了颜色，黄色，几乎是金色，像是在向我宣布他是一个神。现在他比较松弛了，双膝也没有以前那么紧绷，笑容也比较和蔼了。而昨天终于一个惊醒，伴随着那一股确定的恐惧。此时此刻，在黑夜中有2个呼吸，这黑暗中不只有我的脉搏在跳动。是的，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是噩梦。回去睡吧。我不知道假睡了多久。当我再次睁开眼，天还没亮，房间里闻起来像是恐惧，像熏香和血。在一片黑暗中，我环视了卧房一圈，直到视线和2颗一眨一眨的光亮小孔对上了，2束残忍的黄色的火焰。我几乎无法呼吸的把灯打开，查克莫就在那，直立着，笑着，赭红色的，带着他那已经化为肉身的肚子。那2个小眼睛让我动弹不得，几乎是斗鸡眼，紧挨着那三角形的鼻子。他的下排牙齿咬着上嘴唇，一动也不动。只有他那大的不正常的头上，那顶方形帽壳闪耀的一抹辉光，泄露了他的生命力。查克莫朝着床这里来了。此时开始下起了雨。我记得在8月底，费里贝托被部门解雇了，还被老板当众臭骂一顿，还有更多关于他发疯甚至偷窃的谣言。这我不相信，但的确，我看到一些毫无头绪的公文，像是询问上司水是否闻起来怪怪的，并向水利部长提供他的服务，好让沙漠下雨。我不知道该怎么向自己解释，可能那年夏天那些下得特别猛烈的暴雨，让他精神衰弱了。或因为生活在那间古老大宅而产生的某种精神抑郁，那里有整整1半的下层房间都是上锁且尘封的，既没有仆人，也没有家庭生活。接下来这些笔记是他9月底写的。当查克莫想要，他是可以很善解人意，一种咕噜咕噜的令人迷醉的水声。他知道那些关于季风的奇幻故事，那些赤道的滂沱大雨，还有沙漠的惩罚，每一种植物都破土而出，开始追溯他们的父系神话起源。柳树是他失根迷失的女儿，莲花是他娇贵的宠儿，而他的岳母是仙人掌。我无法忍受的是那股气味，非人类的，从他那一团并不是肉体的肉上散发出的，从他那崭新的古老夹脚托散发出的。伴随着刺耳的笑声，查克莫揭露他当年是怎么被雷蓬琼发现的，然后硬生生的被置放去接触那些来自不一样符号系统的人类们。他的灵魂一直以来都住在祭祀陶罐和暴风雨中，本该如此。而另一件事则是他的实身
把他从他的隐憩之处硬拽出来，是虚假人为且残酷的。我想查克莫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但那个人懂得这场美学事实的急迫性。我应该给他一瓶威猛先生，让他洗胃，好把那个商人为了让别人相信他是阿兹提克文物而抹的番茄酱洗掉。他看起来不太喜欢我问他和雨神泰老的关系。当他生气时，他的牙齿会令人作呕的变得锋利且闪闪发光。一开始那几天，他会去地下室睡觉，但从昨天起，他睡到了我床上。旱季开始了。昨天从我现在睡的客厅，我开始听到那同样的粗哑的哀叹，接着是一阵恐怖的吵杂声。我上楼，轻轻推开卧房门的一角，查克莫正在摔破那些台灯家具。突然，他往门这里冲来，挥舞着那一双像蜘蛛一样的手，我差点就没能把门关上。我跑去躲进厕所，随后我听到他低声喘气，且跟我要水。他让那些水龙头整天都开着，让水一直流，不让家里留有1公分是干的。我得裹得紧紧的睡觉，而且拜托他别再把客厅弄得更湿。查克莫今天让客厅淹水了，我绝望地告诉他，我要把它归还到拉拉古尼亚，就跟他的笑声一样骇人，那已经完全不像任何动物或人类的笑声。他给了我一巴掌，用他那只垂满沉重手链的手臂。我必须认清，我是他的囚犯。我原本的认知并非如此，我主宰查克莫，就像占有一个玩具那样。也许这是某种来自我童年安全感的延伸。然而童年是谁说这句话的呢？童年是那一些被岁月吃掉的果实，而我却一直没有察觉。查克莫已经拿走我的衣服，并披上睡袍，当他身上开始发出那些新的绿苔。查克莫习惯了别人对他服从，总是如此，而我，一个从不该发号施令的人，也只能屈服。当没下雨时，奇怪，那他的魔法呢？查克莫会勃然大怒，或非常烦躁。今天我发现查克莫会在晚上跑出家门，每当夜幕降临，他会唱起一首吱吱叫且古老的歌，比那首曲子本身更老。然后歌声止息。我敲他的门好多次，他没回应。我抖着胆子走进房间，那间卧室自从那尊雕像试图攻击我那一天起，我便没再见过，如今已成废墟。在那里可以闻到那已然渗透整个家的熏香和血的气味，而在门后有骨骸，狗的骨骸、老鼠和猫的骨骸，它们是查克莫在夜晚偷来支撑自己生命的。这也解释了每天清晨响起的那些惊吓的犬吠。2月，干燥无雨，查克莫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他叫我打给一家餐馆，好让他们每天送米饭和鸡肉给我。我从办公室偷来的钱已经快花完了，无可避免的事发生了。今天起，他们切断了水电，因为都没付钱。但是茶神已经找到了一个公共喷泉，距离这才2条街。我每天都为了运水来回跑10到12趟，而他就在屋顶阳台上观察我。他说，如果我试图逃跑，会狠揍我。他同时也是闪电之神。他不知道的是，我对他半夜的出巡可是清楚得很。因为没电灯，我8点就得就寝了。我应该要已经习惯了查克莫，但不久前，在黑暗中，我在楼梯上撞到他，我感觉到他冰冷的手臂，还有那些从他皮肤新长出来的鳞片。我想尖叫。如果再不下雨，查克莫将会再度变回石头。我发现他最近行动困难，有时他躺着整整好几个小时，麻痹僵直，而且看起来再次的像一尊神像。但是这些休息只会带给他新的力量来羞辱我、抓伤我，好像他可以从我躯体里榨出什么汁液一样。
他已经不存在任何像他之前会说古老故事时那样的温和友善。我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恨意，有很多其他线索让我不禁思考，他正在清空我的酒窖，他抚摸睡袍上的丝绸，他想要带一个仆人回家，他已经叫我教他怎样使用肥皂跟乳液。我想，查克莫正在衰弱，堕落于人类的诱惑中，甚至他的脸出现了一些老态，在之前他看起来像是永恒的。这可能成为我的救赎。如果查克莫人化了，很有可能他那好几个世纪的生命都会聚集在一瞬间，然后被击毁粉碎。但同样的，这也可能造成我的死亡。查神并不会想让我眼睁睁看着他崩毁，所以很有可能他会想杀了我。今天我利用查神夜巡的时机逃跑了，我将前往阿卡普尔科，我来瞧瞧是否能找个工作，等待查克莫的死亡。是的，他衰老了，头发白了，整个臃肿起来。我需要给自己晒晒太阳，游游泳，恢复元气。我身上只剩1400披索，我要去穆勒克站，那里便宜又舒服。就让查克莫自己接管一切吧，等着瞧他没了我的水桶可以撑多久。费里贝托的日记到此结束，我不想再想关于他故事的事了。我一路睡到了库埃纳瓦卡，从那里到墨西哥城的路上，我试着把他写的东西理出个头绪，也许跟过度工作有关，伴随一些精神上的原因。晚上9点抵达终点站时，我仍然无法构思出我朋友为何发疯。我雇了辆小货车，把棺材运到费里贝托家，到时在那里再处理他埋葬的后续。在我还没能把钥匙插入锁孔前，门被打开了，出现一个黄皮肤的印第安人，穿着居家袍，还围着一条围巾。他的模样没办法再令人更反胃了。他散发出一股廉价乳液的气味，他的脸铺着厚粉，想遮盖那些皱纹。他嘴上胡乱涂了口红，头发像是染过。我说：抱歉，你可能不知道费里贝托已经……不重要，我都知道了。叫那些男人把尸体抬到地下室吧。